他是丹麦搏击历史上最强拳王，年仅18岁就轻松获得了5条冠军金腰带，20连胜且无一败绩，则是他的宣传标签。在丹麦擂台几乎达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境地。到了21岁那一年，才是他的当打之年。什么欧洲冠军、澳洲冠军、亚洲冠军，全部都被他一人收入囊中，占为己有。曾经也有人想要夺取他的冠军金腰带和荣誉奖杯，结果下场一个比一个惨，甚至还有的当场被这个丹麦年轻冠军打退役的。鼎鼎大名的年轻拳王叫尤瑟夫·阿苏克，别看他才21岁还很年轻，但他手中所掌握的冠军奖项可谓是数不胜数。此次来华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化身为武松，把小虎铁英华给收了。我听说铁英华的外号叫小虎，正好我就是专业打虎人武松。下面就是我的打虎时间，请尽情期待我的打虎表演。身经百战的铁英华自然不会害怕，尽管他的对手阿苏克很年轻也很厉害，并且在赛前还对铁英华做了大量的针对性训练。然而对于铁英华来说，就算阿苏克真化身成为了武松，那么铁英华照样是照打不误。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铁英华的精彩表现。红色短裤是中国勇士铁英华，黑色短裤是丹麦最强拳王阿苏克。不得不说，铁英华还真是一员猛将，刚上场就没有任何废话，拿着拳头就开始猛攻阿苏克的肋骨。手里面，铁英华是攻击性很强的一位选手啊！哇，这边小心，要滑倒了，看脚底下有水，因为刚才啊他在开场前喝了几口水之后，他自己吐在了自己的神经角这边。好漂亮！在赛前呢，铁英华可是做了大量的打虎训练，为了让对方这个把手防御放下来，做了很多以下打上的防御。同学要小心对手这个腿。尤瑟夫·阿苏克可是个很强，身高占优势又如何？臂展占优势又如何？在铁英华面前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既然这家伙比铁英华足足高了一个脑袋，那么铁英华便会用频繁重击打服来回击阿苏克。不过阿苏克非常危险，年仅21岁就可以四处征战且无一败绩，足以证明阿苏克的综合实力不言而喻。然而铁英华的重拳也不是吃素长大的。对尤瑟夫·阿苏克来说啊，他的腿很长，所以他甩动的这个力臂就特别长，所以腿法会特别重。是的，当年的尤瑟夫是干掉了连扫杨卓30腿的这个毛瑞斯·隆纳。毛瑞斯干掉了杨卓，杨卓干掉了小虎。那我们希望小虎可以干掉这个尤瑟夫，这样的话大家就转成了一个圈了，非常神奇的一个循环。如果小虎这场输了，那尤瑟夫就站在了这个食物链的最顶端。对。这一次放倒阿苏克虽然伤害不大，但影响力极大。他可是丹麦打拳最厉害的那个人，只身一人就赶来滑踢馆，并且还是奔着小虎铁英华来的。看来他对眼前这个铁英华是忌惮已久。这场比赛对于铁英华来说压力非常巨大，稍有不慎，在此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会付之东流。只有打败阿苏克才能证明实力。要不和对手离开完全的攻击距离，要不直接进去。在赛前，铁英华可是做了大量的体力对抗和耐力对抗，就是为了跟对方对抗的时候可以多次增加自己的密度。对方的这个攻击半径真的是很长啊！他这腿甩起来啊，感觉场地的1/3被他甩掉。对，铁英华已经退了2步了，对方的一个扫地还是能在攻击范围内。打虎，打身体。铁英华就想打虎以后，哎，带到下巴。哦，对方的选手上钩平钩。而且对于铁英华来说，铁英华的重拳打负一直都在继续，不是打负就是打头，没有1秒钟是闲着的。对付这种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阿苏克，铁英华就该这样打，坚决不给阿苏克任何反应的机会和喘息的时间。刚才对手实际上他那个缠抱，双手缠抱的时间有点长。对，他老师并没有。再进去，打身体，对方顶膝啊！对方只要打中都超过自己15公分以上的选手。哇！高扫上头，前刺后直，对方顶膝换拳，打虎，连续打虎。对手这个手臂的防御范围啊，真是够大。对方的高扫、中扫，其实对方的高。第2回合开始了，从远处来看，阿苏克这家伙根本就不是人。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进攻便可扩展半个擂台。中远距离算是阿苏克擅长的领域，但在中近距离或者是内围缠抱，这个可是铁英华最擅长的作战领域。尤其是面对这种高个子选手，使用中近距离的作战计划最为妥当。怕对方利用。对手这个中扫踢成了高扫的效果。现在很喜欢铁英华的眼神啊，我们一直在期待再击回来。
尤斯弗阿斯克的整个表现还是以稳健为主。对，虽然没有一套连击，拉出还没打到。扫喊。这个范迪尔真的是刚才基本上站在擂台中间了，铁银华靠在绳圈边才躲着。好的，再击服。阿苏克也没有想到，他忌惮已久的铁银华竟然这般厉害，简单的拳脚进攻根本奈何不了铁银华，并且还会时不时遭到铁银华顽强的反击。阿苏克单方面技术确实很厉害，但以综合实力来对比的话，铁银华则是更加全面、更加勇猛一些。毕竟铁银华是中国搏击界最具有搏击天赋的选手，有点像我看到的李小龙电影《死亡游戏》啊，当年的李小龙，对，没错。看看我们的小伙能不能打一些上勾，把对手中路的这个攻击的这个空档给打开。铁银华现在绝大多数的进攻都在对方的后部。好的，顶膝，再来连续的砸击。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的认为这个尤瑟夫干掉了毛瑞斯就可以主动搂抱这一行为让阿苏克得到了惩戒，但这一次警告并不足以让阿苏克知难而退，甚至还会间接性激发阿苏克内心的潜能。惊人的爆发力谁都有，只是说阿苏克配不配让铁银华使出蛮力与之对抗。真要是等到铁银华火力全开的时候，那么阿苏克再说什么都已经晚了。身体漂亮，连下打击，对手防御还是保护的不错。10秒钟，第二回合，哇，这个高手划过了防御手，顶膝，来袭击，漂亮。是选手今年是22岁，所以说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觉他级别还可以再往上升。对，有个儿嘛，俗话说有骨头不说长肉，没错。连续进攻。膝关拳，踢窝，这个不能让对方抡起腿来，也是铁银华。第3回合开始了，小虎铁银华发怒谁也拦不住，就算此时的阿苏克化身成为了武松，那也很难抵抗住铁银华的猛烈进攻。连续的进攻打得阿苏克有点难以招架，甚至可以说根本没办法与铁银华展开正面对抗。技术单一的阿苏克在国际擂台算是有点小实力，可以随意欺负其他国家的世界冠军，但在中国擂台也就没有那么随意了。现在就是怎么打拳。上勾漂亮，左边不要被对手攻击范围罩住。哇，正蹬。对方的膝法还是够凶悍。如果我们都知道高个选手面对对方的这种摇臂近身的这种方式，顶膝是最重要的一种防御方式，也是进攻方式。好，刚才是激荡之后，现在两人的比赛继续恢复。好，带到身体，这战术执行的太坚决了，两个人内围战、白日战。不管在此之前阿苏克获得了什么无可匹敌的奖项，但到了中国擂台就要遵守中国擂台的规则。小虎铁银华是以内围攻击著称，但此次面对的又是一个大高个，看来当下的场面就只有阿苏克被暴打的份了。面对铁银华的攻击，阿苏克根本抵抗不住，甚至连最基本的重拳出击他都顶不住。看来阿苏克是逃脱不了被揍的命运了。也相当不错，又是一个袭击。现在是铁银华重击的机会，反过来了，对方已经反过来了。对。连续的前手，铁银华注意啊，对手这两个手臂一伸出来，是。脚血直接来转身面拳，有开肘嫌疑。好的，铁银华把步伐拉近，还在这跟对方拼拳。来的上勾。阿苏克气势汹汹来滑踢馆，赛前扬言还要化身为武松把铁银华给收了。看到现在才明白，阿苏克原来是一个扮猪吃老虎的人物。他的实力确实很厉害，但在绝对的实力碾压之下，阿苏克还是有点打不过铁银华。铁银华的打法实在太凶猛了，对，太拼了，给对方任何喘息的机会。好的，袭击，连续的进攻。
对方彻底站不住了，气息上已经不行了。哦，点步领先，高远扫，转身面前。好，这一回合结束，哇！这一场比赛可以正式宣告小虎铁英华猛虎回归了。对，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铁英华朝天怒吼一声，随之而来的便是台下观众的呼喊声。最终，铁英华获得了胜利，20连胜的战绩惨被铁英华终结。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铁英华打几分？